登天梯时，我故意跟在女主身后几个台阶，可她偏偏回头，一脸无辜地对我喊话：晚秋，你再快点，不然我们都进不了宗门。我心里冷笑，不愧是女主，同样是小乞丐，她干净的像朵白莲花，而我就是衬托她的那片烂泥巴。于是我戏精上身，立马扶着膝盖大喘气。蓉蓉，你先走，别管我。虽然我嘴上说的大义凛然，可我心里却在狂喊：快走吧，姑奶奶！原文里，我就是为了给你挡刀才死，我可不想再死一次。苏蓉蓉果然上钩，她假惺惺地咬着嘴唇，满脸愤然说：我们是一起来的，我怎么能丢下你？苏蓉蓉说的情深意切，可眼底根本没有半分真情，她只不过是怕自己乞丐的出身被人嘲笑，想拉着我这个绿叶去衬托她这朵鲜花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怕云端之上有长老看着，要是现在抛下我，会影响她重情重义的人设。但她还真没猜错，天梯顶端5大宗门的长老正盯着我们。太虚长老赞叹苏蓉蓉重情义，比我这个无仙途的小乞丐强得多。但这番话却被无念宗齐长老厉声反驳，他称我天赋更胜一筹，此言激怒太虚宗，双方立下毒誓。我若登顶，无念宗会收徒权；若苏蓉蓉先到，无念宗今年丹灵根弟子一个不收，关乎我命运的豪赌就此成立。然而还在天梯上的我对此毫不知情，我只觉苏蓉蓉惺惺作态，下一秒我狠掐大腿，逼出泪水，滋滋泣血。蓉蓉，你若为我好，就别管我，否则便是害我道心不稳的罪人。苏蓉蓉果然被我唬住，假意关心几句后，就迫不及待地自己先走了。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长舒一口气。虽然现在小命暂时苟住了，但怎么摸鱼下山又成了新麻烦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机械音突然在我脑海里炸响：恭喜宿主触发系统任务，登上天梯顶端，成功拜入5大宗门之一，任务成功奖励激活新手礼包1份，任务失败则收回全部奖励。听着耳边的机械音，我瞬间狂喜，我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虽然系统说任务失败会收回奖励，但那又如何？想到这里，我嘴角疯狂上扬，当即一跃而起，朝着山顶猛冲。别说我还真不累，毕竟是经历过高考搓磨的人。就是原主这身体太虚，饿得我眼冒金星，脑海里的系统甚至还哭了起来。宿主好可怜，等你激活了系统，我带你吃香喝辣。然而就在我扛着恶意快到终点时，一个金灿灿的东西突然从上面滚了下来，直直朝着我撞过来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个少年。他要是撞上我，想必我们俩都得当场坠落。云端少年大喊让我快躲开，可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身形一闪，直接躲开。开玩笑，这又不是偶像剧，只有傻子才不躲。可就在他即将坠落那刻，我猛地伸手将他硬生生拽了回来。我们俩重重摔在台阶上，霎时我眼前一黑，差点当场去世。这该死的低血糖！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隐蔽法衣的人影在云雾间脸色铁青。该死的臭乞丐，真碍事！原来刚才这一下竟是有人蓄意谋害，而我阴差阳错地破坏了他的计划。此刻我只觉得浑身虚脱，而那个被我救下的少年却眼中有了光，连声道谢。可他见我没反应，身体还软绵绵地向后倒，顿时吓坏了，一把扶住我，声音凄切地大喊：小可爱，你别死啊！这一声小乞丐配上哭丧的调调，硬生生把我给气得缓过一口气。我叫晚秋，还没死，只是快饿晕了。一听我没死，少年立刻从储物戒里掏出一堆丹药和灵泉水，一股脑全塞我嘴里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暖流瞬间充满我的四肢百骸。我瞬间回过神来，看着他淡淡开口：我拉你一把，你给我丹药，我们扯平了。这丹药一看就价值连城，我可没钱付账。谁知傅景云却一把搭上我的肩膀，自来熟地说：既然你救了我，那我们就是朋友了。我没好气地拍掉他的手，快步向前。交朋友有什么用？激活系统才是正事。此时云端之上，七长老的心正跟着我一上一下，紧张的手心冒汗，而我吭哧吭哧走了半天，竟然丝毫没受天梯威压的影响，顿时引得七长老对我刮目相看，甚至打定主意，只要我能登顶，即便道士灵根不佳，也要收我为徒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一场皇室皇子的阴谋正在悄然上演，而我已经卷入其中。我刚踏上天梯顶端的招生广场，灵根测试处便骤然爆发出冲天青光，水雾氤氲中，测灵境浮现极品木灵根5个大字，全场哗然。一旁的姬长老则得意地瞥向无念宗，姬长老那眼神仿佛在说：你守着小乞丐吧。七长老气得脸色铁青，险些拔剑。
我望着那道绿光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女主角醒极品灵根，根本就是龙傲天修仙文的标配。傅景云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我别沮丧，说不定我也是极品淡灵根。我差点笑出声。原文里的我分明是五行杂灵根的废柴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苏蓉蓉风光无限地拜入太虚宗后，转头问我五大宗门想去哪个。我毫不犹豫回答无念宗。唯有远离男女主这两个天龙人才能保命，才能完成系统任务。修仙界最可恨的就是比我优秀的人还比我努力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如直接摸鱼躺平。念头刚落，脑海中突然响起机械音，检测到宿主拜师成功，激活摸鱼签到系统，摸鱼就能变强，新手礼包发放中。下一刻，一道琉璃光的灵珠猛地钻进我的灵府，撕心裂肺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，五行灵根仿佛被深深打碎重铸，我疼得龇牙咧嘴。刚想骂系统，剧痛却骤然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舒爽天地灵气疯狂融入四肢百骸，丹田内的混沌元珠飞速运转，我直接突破到炼气前期。傅景云目瞪口呆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。你怎么就突破了？我可是……他话说一半，策灵长老便呼喊了他的名字。傅景云将手放上策灵石上，紫色雷电轰然炸开，四目雷光照亮整个广场，竟然是变异雷灵根，全场再次沸腾。我彻底傻眼了，他不是原文里的路人甲吗？怎么是绝世天才？高台上季长老笑得合不拢嘴，当即抛出橄榄枝，却被七长老厉声拦下。你着什么急？我们无念宗有优先权。可天才就在眼前，没人理会他的要求，就连合欢宗长老都凑了上来，可傅景云却拒绝了所有人。他回过头，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我身上，微微一笑。感谢各位长老厚爱，我愿入无念宗。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这个穿着破烂灰衣的小乞丐身上。我故作羞涩地扶了秀发捂嘴道：我知道我惊为天人，但大家也不用这么盯着人家。周围顿时响起一阵鄙夷，都觉得我这个小乞丐过于自恋。下一位，晚秋。我表面镇定走上前，内心却慌得一批，悄悄问系统：混沌元珠真能行吗？放心，我帮你装个大的。我半信半疑地注入测灵石，下一秒，五彩霞光猛然爆发，绚丽光柱直冲云霄，竟比傅景云的雷灵根异象还要惊人。紧接着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狂风暴雨倾盆而下，这是修真界从未有过的天降异象，全场人都惊呆了。我正暗喊系统牛，测灵云镜上却先浮现出一行字：四灵根金木水火。原来是杂灵根，异象肯定是巧合。可嘲讽声刚起上的字迹却骤然变化，变异冰灵根，广场彻底死寂。上一个拥有此灵根的人早在万年前便已飞升，周围的天才们则心态崩了，还修个屁，这挂太多咋玩啊。与此同时，遥远鸡门一位长老望着通天异象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他卜算一卦后，猛地看向身后白发如雪的绝美少年，声音发颤：之意，你有救了！你万死的命格终于出现了转机。招生广场上，五大宗门的长老再也坐不住了。七长老第一个冲下台，满脸堆笑：小晚秋来无念宗，亲传弟子之位，即刻给你。莲音宗长老立刻挤开他，告诉我别去穷贱修的宗门，去他们莲音宗，极品灵石随便花，圣女任我差遣。合欢宗长老更是直接拉住我的手，盯着我灰扑扑的脸，憋了半天，开口求我去他们合欢宗，让修真界第一美人给我做陪练。眼看太虚宗姬长老也要开口，我猛地摆手，嗓子大喊不要。姬长老到了嘴边的话瞬间被堵回去，七长老当即发飙：虚宗还想抢，无念宗有优先局。晚秋，我们输定了。我正想一口答应，一道苍劲有力的声音却突然从天外传来：不过尔小辈，此等灵根定要入我宗门。就在各大宗门抢得不可开交时，天上的云层裂开了，一个穿破旧长袍的老头从天而降，全场瞬间安静。这老头来自青云剑宗，那是修真界真正的顶级豪门，平时根本不露面。老头盯着我，开口就要收我当关门弟子。他说只要我点头，全宗门的资源都紧着我用。底下的人全听傻了，苏蓉蓉脸上的表情从嫉妒变成了绝望。他那个极品木灵根在青云剑宗面前确实不够看。傅景云也在旁边小声催我，让我赶紧答应。
这可是多少人求不来的造化。但我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儿。青云剑宗这种地方，规矩肯定多，弟子肯定卷。我要是去了，这辈子估计都跟躺平没关系了。宿主别冲动，无念宗后山有一处荒山没人管，是签到摸鱼的宝地。听到系统的提示，我心里立刻有了主意。什么顶级宗门，哪有我睡觉签到重要？我顶着大家期待的目光，慢吞吞地走到无念宗七长老面前。前辈，我想好了，我就去无念宗。前辈，我想好了，我就去无念宗。七长老手里的剑差点掉地上，他瞪大眼看着我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那个青云剑宗的老头也愣住了，他大概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放着金砖不要，非要去捡破烂的人。我其实从小就不爱练剑，我也不想当什么第一，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扫扫地。听到这个理由，青云长老脸都黑了，袖子一甩直接飞走。苏蓉蓉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精神病，但我不在乎，只要能完成系统任务，名声算什么。就这样，我正式成了无念宗的弟子。七长老领着我走的时候，步子都是虚的，估计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做梦。我背着小包袱，心里美滋滋。无念宗，我的摸鱼生活正式开始了。我背着小包袱，心里美滋滋。无念宗，我的摸鱼生活正式开始了。七长老带着我和傅景云回了宗门，他原本想把我安排在灵气最浓的主峰，但我找了个借口，硬是选了最偏僻、最荒凉的后山。傅景云这小子也够意思，非要跟着我。他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我住哪儿他就住哪儿。看着眼前这几间漏风的破木屋，七长老一脸愧疚，觉得委屈了我这个变异灵根的天才。但他哪知道，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这里离主峰远，平时连个巡逻的弟子都没有，简直是完美的摸鱼圣地。送走七长老后，我直接往那张咯吱响的木床上一躺。检测到宿主开始摸鱼，摸鱼时长达1小时，触发首次签到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：神级隐匿阵法，极品灵泉1池，100年修为丹1颗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股精纯的灵力就从丹田炸开，我赶紧吃下那颗丹药，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，修为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涨。我赶紧吃下那颗丹药，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，修为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涨。这神级隐匿阵法更是宝贝，我随手一挥，阵法就把整个后山罩住了。从外面看，这里还是荒草丛生，但在里面，灵气已经浓得化不开了。傅景云在院子里练剑，忽然停下来挠了挠头，他觉得周围好像变了，但又说不上来哪儿变了。晚秋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儿的空气好像变甜了？可能是你饿出幻觉了，快去后厨看看有没有吃的。忽悠走傅景云，我心安理得的闭上眼，修什么仙啊，睡觉就能变强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然而就在我快睡着的时候，主峰那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，那是宗门集合的信号。然而就在我快睡着的时候，主峰那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，那是宗门集合的信号。钟声响了9下，这是宗门有大事发生。我打着哈欠，慢腾腾地跟着傅景云蹭到了大殿门口。店里站满了弟子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最显眼的就是站在最前面的苏蓉蓉。她现在是太虚宗的红人，今天竟然跟着她师父来无念宗交流学习了。说是交流，其实就是显摆。苏蓉蓉穿着一身华丽的法袍，修为竟然已经到了炼气后期，引得周围弟子一阵惊叹。她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灰头土脸的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轻蔑。晚秋妹妹，听说你选了后山修行，那里的灵气恐怕不太够吧？你看，我师父给了不少丹药，才勉强突破。我没理他，靠在门柱上就开始闭目养神。检测到宿主在宗门大会上公然摸鱼，奖励翻倍，获得天机眼术，修为突破小境界。检测到宿主在宗门大会上公然摸鱼，奖励翻倍，获得天机眼术，修为突破小境界。就在苏蓉蓉等着我接话的时候，我身上突
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劲的气息，周围的灵气疯了一样往我身体里钻。炼气中期，炼气后期，炼气大圆满，全场死寂，所有的长老都站了起来，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。苏蓉蓉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傅景云在旁边张大了嘴巴，手里的木剑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你就站着打个盹儿，就突破了3个小境界。那个可能是刚才那阵风吹得比较舒服。七长老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冲下来拉住我的手。他觉得我肯定是那种万年一遇的顿悟体质，只有我知道，我真的只是想睡一觉。苏蓉蓉气得浑身发抖，原本准备好的炫耀词全卡在嗓子里。就在这时，太虚宗的姬长老冷哼一声，说要让弟子们切磋一下，看看我这个顿悟天才到底有几分真本事。就在这时，太虚宗的姬长老冷哼一声，说要让弟子们切磋一下，看看我这个顿悟天才到底有几分真本事。姬长老这老狐狸显然是不服气，他派出了苏蓉蓉的一个追求者，叫赵猛，炼气大圆满，长得5大3粗，一看就不好惹。赵猛跳上台，手里拎着一把大板斧，指着我的鼻子，让我上去受死。我叹了口气，打架多累啊，有这时间我都能在后山签到2次了。宿主，只要在3招内打发他，奖励自动扫地机器人傀儡1个，以后后山的卫生不用你操心。听到这个奖励，我眼睛一下就亮了，这个必须拿。我慢悠悠地走上台，赵猛狞笑一声，抡起大斧头就朝我劈过来。那阵仗像是要把台子都给拆了，场下的弟子们都吓得闭上了眼，觉得我这个只会睡觉的天才肯定要倒霉。快点吧，我赶时间回去补觉。我随手一挥，变异冰灵根的威力瞬间爆发，一股寒气以我为中心，瞬间把整个演武场都给冻住了。我随手一挥，变异冰灵根的威力瞬间爆发，一股寒气以我为中心，瞬间把整个演武场都给冻住了。赵猛保持着抡斧头的姿势，直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冰雕，他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。这一招我只用了3成力，全场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姬长老的脸色比冰块还青，苏蓉蓉往后退了2步，眼神里终于露出了一丝恐惧。我拍拍手，转头看向七长老。七长老，弟子可以下去了吗？七长老愣愣的点头。我连看都没看赵萌一眼，直接跳下台，拉着傅景云就走。赢了比赛的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个会自动扫地的傀儡，可我没注意到，在远处的高塔上，一个白发如雪的少年正盯着我的背影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在远处的高塔上，一个白发如雪的少年正盯着我的背影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拿到了扫地傀儡，我美滋滋的在院子里躺平。傅景云被我打发去练剑了，说是受了刺激，要发愤图强。月光洒在院子里，我正准备进入梦乡，突然感觉到一阵极强的寒意。这寒意不是来自我的冰灵根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死气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发现院子的老槐树下坐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少年，他脸色苍白，长得极美，但眉宇间却笼罩着一层黑气。他就是天机门长老提到的那个之意。警告，检测到极度危险人物，此人拥有万死命格，靠近他的人都会倒霉，但如果能帮他压制命格，奖励丰厚到爆。此人拥有万死命格，靠近他的人都会倒霉，但如果能帮他压制命格，奖励丰厚到爆。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，我这种想摸鱼的人最怕的就是麻烦。可那少年突然抬起头，眼神清冷地看着我。你就是那个变异冰灵根，天机门说你是我的转机。帅哥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只是个扫地的。之意没说话，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每咳一下，周围的草木就迅速枯萎。我看着那自动扫地傀儡被死气扫中，瞬间散架，心疼的我差点跳起来。喂，弄坏了我的东西是要赔的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抓他的手腕，想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就在接触的一瞬间，我体内的混沌圆珠疯狂转动，竟然开始吸收他身上的死气。就在接触的一瞬间，我体内的混沌圆珠疯狂转动，竟然开始吸收他身上的死气。之意愣住了，
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敢主动碰他的人，更没想到这个小乞丐竟然真的能压制他的命格。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机门，那位长老看着熄灭的命魂灯重新点燃，激动的老泪纵横。而我却在想，这小子看起来很有钱，要是能赖上他，我这辈子的零食是不是都不用愁了？我抓着志毅的手腕，感觉自己像是摸到了一块万年寒冰，混沌圆珠转得飞快，把那些黑色的死气通通吸了进去。志毅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了一点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透着一种活见鬼的震惊。你不怕死？怕啊，但我更怕穷。你弄坏了我的扫地机器人，这账怎么算？志毅愣住了，他大概从没见过这种钻进钱眼里的人。他随手一掏，丢给我一块亮晶晶的石头。宿主，这是极品灵晶，1块能换1万块普通零食，发财啦！宿主，这是极品灵晶，1块能换1万块普通零食，发财啦！我瞬间换上一副笑脸，把灵晶塞进怀里。这哪是什么灾星，这简直是行走的提款机啊！我决定了，为了这台提款机，我得把它留在后山。我看你这病还没好利索，这样吧，后山还有间空房，你先住下，我每天帮你扎一针。志毅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。他知道自己的命格有多凶，可眼前这个少女不仅没倒霉，反而生龙活虎的。最终，他点了点头。于是我的后山摸鱼3人组正式成立了，一个练剑狂魔傅景云，一个移动金库之翼，还有我这个只想睡觉的咸鱼。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因为我收留了万死命格的人，摸鱼奖励直接翻了3倍。我躺回摇椅上，看着月亮，心里美得冒泡。这种不用干活就有钱拿的日子，才是修仙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就在我在后山发财的时候，苏蓉蓉正气得在屋里砸东西。她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以前只会跟在她屁股后面讨饭的小乞丐，怎么一转眼就成了变异冰灵根？她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以前只会跟在她屁股后面讨饭的小乞丐，怎么一转眼就成了变异冰灵根？还当众让她下不来台。姬长老推门进来，脸色阴沉。他告诉苏蓉蓉，吴念宗捡到宝了，如果不除掉林晚秋，以后太虚宗在这一片就没地位了。苏蓉蓉冷笑一声，她想起了一个恶毒的主意。她知道修真界有个禁忌，就是绝对不能私藏万死命格的人。师傅，我听说吴念宗后山最近有死气溢出，莫非是藏了什么妖邪？姬长老眼睛一亮，立刻明白了徒弟的意思，只要给吴念宗扣上一个勾结妖邪的帽子，到时候各大宗门联手讨伐，林晚秋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保不住。与此同时，我正在后山指挥知意给我搬躺椅。往左边点，那儿太阳好。知意堂堂一个命格高贵的少年，此时却像个苦力一样被我使唤，但他居然没生气，甚至还觉得这种不用担心克死谁的生活挺新奇。傅景云跑过来，一脸兴奋地告诉我，他练成了雷灵根的第1式。我敷衍地夸了2句，心里却隐约感觉到一阵不安。系统突然弹出一条红色警告：检测到大量敌对气息，正朝吴念宗赶来，宿主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被一阵阵叫骂声吵醒了。我揉着眼睛走到山门，发现5大宗门的人居然全到了。领头的正是太虚宗的姬长老和苏蓉蓉，他们身后跟着几百号弟子，一个个义愤填膺，好像我干了什么丧天害理的事儿。吴念宗七长老，快把那个藏匿万死命格的妖女交出来，否则今日便平了你这山头！快把那个藏匿万死命格的妖女交出来，否则今日便平了你这山头！七长老挡在最前面，气得胡子乱抖。他压根不知道后山住了个什么人，只觉得太虚宗是在找茬。我打着哈欠走上前，苏蓉蓉一看到我，立刻指着我的鼻子演起戏来。晚秋妹妹，你糊涂啊！你怎么能为了提升修为，就跟那种不祥之人混在一起？你这是要害大家呀！周围的弟子开始小声议论，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嫌弃。我转头看了一眼跟在我身后的知意，他此时又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死气在他周身缠绕，看起来确实挺像个反派。我走，别
别连累这里。他刚要往前站，我一把扯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拽到了身后。我走，别连累这里。他刚要往前站，我一把扯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拽到了身后。走什么走？你还没陪我扫地机器人呢。我抬头看向那群所谓的名门正派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说他是要挟，我看你们这群上门抢人的才像土匪。想要带走他，先问问我手里的砖头答不答应。姬长老见我不肯交人，冷笑一声，直接动手。他一个金丹期的大佬，居然对着我这个练气期的小辈拍出一掌，巨大的掌印带着火光压下来，周围的空气都被烧得扭曲了。七长老想救我，却被另外2个长老缠住了。苏蓉蓉躲在后面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。她觉得这一掌下去，我肯定会变成一滩肉泥。测到宿主面临强力攻击，触发被动防御，奖励神级搬砖1块，专治各种不服。我手里凭空多出了一块金灿灿的砖头，我没多想，对着那巨大的火掌就扔了过去。我手里凭空多出了一块金灿灿的砖头，我没多想，对着那巨大的火掌就扔了过去。砰的一声，那看起来威风八面的火掌竟然像玻璃一样碎了。金砖于是不减，直接拍在了姬长老的脑门上。堂堂金丹长老连声都没吭，直接从半空中栽了下来，砸进土里，抠都抠不出来。全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苏蓉蓉的笑容僵住了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鸭蛋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剩下的长老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先动手。他们看着我手里那块闪着金光的砖头，下意识地往后退。我转过身，对知意挑了挑眉，看见没？跟着姐混，没人能动你。知意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。他大概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人能把护短做得这么嚣张。知意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。他大概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人能把护短做得这么嚣张。经此一役，无念宗彻底出名了。那些宗门虽然心里恨，但谁也不敢再来触霉头。为了能更安稳的摸鱼，我决定去系统说的那个荒地转转。带着傅景云和知意，我们在后山乱石堆里钻了半天，最后发现了一个被藤蔓遮住的山洞。刚进洞，一股浓郁到凝结成雾的灵气就扑面而来。恭喜宿主发现隐藏地图上古剑仙的闭关室，在这里睡觉，1天顶外面1年。洞里到处都是极品灵石，墙上还刻满了亮晶晶的剑招。傅景云看得眼睛都直了，当场就坐下开始感悟。知意也发现了几棵能压制命格的奇草，脸色好了不少。我呢，我在洞最里面发现了一张万年温玉做的床，躺上去暖烘烘的，别提多舒服了。我正准备美美的睡一觉，突然发现玉床下面塞着一本破旧的书，随手一翻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：太虚宗秘史。我随便看了2眼，眼睛瞬间亮了。随手一翻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：太虚宗秘史。我随便看了2眼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原来苏蓉蓉她师父姬长老背地里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下有意思了，正愁没机会彻底解决那个白莲花呢。我把书往怀里一揣，心满意足地躺下。外面的人为了变强打得头破血流，而我只需要在宝库里换个舒服的姿势睡觉。这种开挂的修仙生活真是让人停不下来啊。自从发现了这个剑仙闭关室，我就彻底把这里当成了私人度假村。那张万年温玉床被我铺上了最软的垫子，睡上去比5星级酒店还舒服。洞穴深处还有一池子乳白色的灵泉，那是修真界抢破头的洗髓灵液。我试着往里丢了2个泡澡球，发现这水温竟然刚刚好。傅景云在外面疯狂练剑，汗如雨下，知意在旁边打坐调息，压制命格，而我正躺在灵泉里，手边放着系统刚奖励的冰镇阔落。检测到宿主在禁地灵泉泡澡超过2小时，达成极致享受成就。奖励神级按摩椅1台，修为自动提升至金丹初期。我只觉得一股热流在经脉里乱窜，原本像小溪一样的灵力瞬间变成了大江大河。我就这么泡着澡，轻松松跨过了无数修士一辈子都摸不到的金丹门槛。这种变强的速度让我有点心虚。
我赶紧喝了口骷髅压压惊。你身上的气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厚重？可能是这泡澡球的药力比较猛。知意盯着那冒着泡的骷髅看了半天，最后摇摇头，继续闭目养神。他大概已经习惯了我这种不讲道理的变强方式。这一天，后山风平浪静，我躺在按摩椅上，听着洞顶滴水的声音，觉得这才是修仙该有的样子。什么宗门大比，什么拯救世界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悠闲的日子没过几天，麻烦又找上门了。什么宗门大比，什么拯救世界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悠闲的日子没过几天，麻烦又找上门了。苏蓉蓉竟然提着一篮子灵果，带着几个太虚宗的弟子，笑盈盈地站在山门口求见。他这次没带那个被打进土里的师傅，反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说是来为之前的误会道歉。我坐在摇椅上，手里翻着那本太虚宗秘史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晚秋妹妹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这蓝青皮果对稳固修为很有好处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傅景云这傻小子差点就信了，伸手想去接，我随手一弹，一粒石子打掉他的手。我知道这果子里掺了散灵粉，只要吃1颗，金丹期以下的修为都会慢慢化掉。这女人心肠还是一如既往的黑。果子你自己留着吃吧。苏蓉蓉，你师父挪用宗门公款买金药的事，太虚宗宗主知道吗？苏蓉蓉的笑容僵住了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身后的几个弟子也露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。苏蓉蓉的笑容僵住了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身后的几个弟子也露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。我晃了晃手里的破书，苏蓉蓉死死盯着那本书，眼里全是恐惧。她不知道我从哪儿搞来的这些绝密情报。你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你回去问问你师父就知道了。趁我还没打算把这书送给你们宗主，赶紧滚！苏蓉蓉连场面话都没敢留，带着人灰溜溜的跑了。我继续翻着书，心里盘算着，这书里还有不少劲爆内容，够他们忙活一阵子了。虽然我很想一直宅在后山，但无念宗有个规矩，所有新入职弟子必须参加幻境试炼。七长老求了我半天，说我只要走个过场就行。于是我带着傅景云进了那片据说能映照内心恐惧的森林。别的弟子一进去就脸色发青，有的哭爹喊娘，有的对着空气疯狂挥剑。傅景云也陷入了幻境，在那儿跟一群幻化的妖兽拼命。我走着走着，发现这幻境对我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内心的恐惧，我最怕的就是睡觉被打扰。我走着走着，发现这幻境对我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内心的恐惧，我最怕的就是睡觉被打扰。检测到宿主在幻境中心区域寻找睡觉地点，触发心如止水成就。奖励随身隔音帐篷顶级版。我找了一棵看起来很顺眼的大树，把帐篷扎好，钻进去就开始补觉。幻境的阵法灵力疯狂运转，试图制造出恐怖的景象来吓唬我。可我睡得太沉，那些幻象在我面前闪了2下，就因为找不到攻击点而崩溃了。负责监控试炼的长老们在外面看傻了，在他们的视角里，我周围的幻境像坏掉的灯泡一样乱闪，最后直接熄灭了。我在帐篷里睡得正香，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又破了宗门100年来的试炼记录。2个小时后，我准时醒来，收起帐篷往回走，路过傅景云的时候，顺便踹醒了还在跟空气搏斗的他。走出森林时，我看着那一地横七竖八的弟子，心里只觉得这试炼太浪费时间。走出森林时，我看着那一地横七竖八的弟子，心里只觉得这试炼太浪费时间。就在我准备离开试炼场回去干饭时，旁边的密林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求救声。原本只是幻境的森林，不知道为什么钻出来一只真正的3阶妖兽烈地熊。几个外门弟子被堵在乱石堆里，眼看就要没命了。傅景云想冲上去帮忙，但他刚才在幻境里耗尽了力气，这会儿腿都在打飘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这妖兽叫得太难听，吵得我耳朵疼。行了，你歇着吧。我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枯枝，也没有什么华丽的招式，只是灌入了一点金丹期的灵力，然后像扔标枪一样扔了过去。枯枝带着破空声，直接穿透了烈地熊那层厚厚的皮甲，把它钉在了后面的巨石上。那动作快得让人看不清，妖兽当场毙命。几个死里逃生的弟子
瘫在地上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神仙。妖兽当场毙命，几个死里逃生的弟子瘫在地上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神仙。宿主随手除害，救人一命，奖励极品灵兽口粮1吨，以及妖兽亲和度满分。这1吨口粮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但那些弟子却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，非要凑钱给我买礼物。我摆摆手拒绝了，我救火只是为了让他们闭嘴，没想那么多。带着傅景云回到后山时，我发现知意正站在树下等我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。试炼结束后的第2天，五念宗的宗主亲自出关了。他听说了我在幻境里的表现，还有一只击杀3阶妖兽的事儿，激动的连鞋都没穿好就跑来了。宗主是个看起来很威严的老头，但他此时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块稀世珍宝。晚秋啊，本座决定了，要立你为无念宗的圣女，享受宗门最高规格的供养。晚秋啊，本座决定了，要立你为无念宗的圣女，享受宗门最高规格的供养。底下的弟子们发出一阵惊呼：圣女啊，那可是能调动全宗门资源的存在，地位仅次于宗主和长老。苏蓉蓉也在人群里，她听到这个消息，嫉妒的脸都扭曲了。她拼了命才混成太虚宗的精英弟子，而我竟然直接要当圣女了。可我心里却咯噔一下，当圣女那不是每天都要开会巡视，还要代表宗门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那我还怎么摸鱼？多谢宗主好意，但我这人自由惯了，圣女什么的太累，我干不来。宗主愣住了，他大概这辈子都没想过会有人拒绝这种好事。他劝了我半天，甚至说可以不用我干活，只需要挂个名。挂名也不行，后山的卫生还没打扫干净呢。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转头就跑。宗主在后面喊得嗓子都哑了，我也没回头。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转头就跑。宗主在后面喊得嗓子都哑了，我也没回头。回到后山，我瘫在摇椅上，长舒了一口气。什么圣女，哪有在后山睡觉舒服？知意坐在一旁，手里拿着一本书。他看着我狼狈逃回来的样子，嘴角微微动了动，似乎是笑了一下。虽然我拒绝了圣女之位，但宗门还是想方设法让我接触核心课程。今天我被七长老强行带到了炼丹房，说是要教我最基础的聚气丹。炼丹房里热浪滚滚，几十个弟子守着炉子，满头大汗的控火。我看着那冒烟的炉子，只觉得口干舌燥，想念后山的冰镇西瓜。七长老给了我一堆草药，让我按顺序投进去。我嫌麻烦，趁他转头去指导别人，把所有草药一股脑儿全倒进了炉子里。反正练废了也就不用练了，正好回家睡觉。我顺手往炉底塞了几块高品质灵石，然后靠在柱子上开始打盹儿。检测到宿主在炼丹时公然睡觉，触发神级厨艺转化，奖励万能自动炼丹炉，极品洗髓丹1锅。炉子里突然传出一阵奇异的香味，不是药味，倒有点像火锅底料的味道。周围的弟子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吸着鼻子往我这儿看。七长老闻味赶来，脸色从疑惑变成了惊恐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谁炼丹能炼出这种香味。炉盖砰的一声弹开，9颗金灿灿的丹药飞了出来，每一颗上面都有3道完美的丹纹。七长老颤抖着手接住一颗，塞进嘴里，他的表情瞬间变得很精彩，修为竟然当场松动了。长老，我真的只是随便煮了煮。七长老没说话，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从看天才变成了看神仙。我赶紧收起自动炼丹炉，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溜之大吉。刚回到后山，我就看到知意正坐在树下擦拭一块黑漆漆的令牌。看到我回来，他随手把令牌扔了过来。万宝阁的入场券，听说这次拍卖会有你要的天蚕丝被。我接住令牌，发现这竟然是修真界最高级别的黑金卡，持有这张卡的人在万宝阁买东西一律5折，而且还能透支100万灵石。宿主，那天蚕丝被不仅舒服，还是件极品防御法宝，躺在上面睡觉
化神期以下根本破不了防。听到躺着睡和破不了防这两个关键词，我立刻精神了。这拍卖会我必须得去。傅景云听说我要下山，非要跟着当保镖。我看他最近练剑练得脸都瘦了一圈，便带上他一起去城里赶上伙食。临走前，知意又给了我一个储物袋，里面装满了亮晶晶的极品零食。我看着手里沉甸甸的储物袋，心想这长期饭票真是越看越顺眼了。我看着手里沉甸甸的储物袋，心想这长期饭票真是越看越顺眼了。到了山下的万宝城，到处都是穿得光鲜亮丽的修士。我领着傅景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拍卖行，门口的侍卫刚想拦住我这个穿得朴素的小乞丐，但在看到我亮出的黑金卡后，腰弯得比虾米还低，直接把我们领进了最豪华的包间。拍卖会进行得很热闹，但我一直在打瞌睡，直到那床散发着淡淡紫光的天蚕丝被抬上来，我才睁开眼。起拍价5万灵石，我刚想举牌，隔壁包间就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师傅，这床被子对养颜很有好处，蓉蓉想要。又是苏蓉蓉，她那个刚从土里爬出来的师傅姬长老，为了讨好徒弟，直接喊了10万灵石。周围的人一阵惊呼，觉得这价太高了。苏蓉蓉得意地往我这边看了一眼，虽然她看不见包间里是谁，但那股炫耀的劲儿都快溢出来了。我出50万。苏蓉蓉得意地往我这边看了一眼，虽然她看不见包间里是谁，但那股炫耀的劲儿都快溢出来了。我出50万。整个拍卖厅瞬间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，姬长老的脸瞬间黑了，他咬着牙又加了5万。我出100万。姬长老差点从包间里摔出来，他哪见过这种喊价的？这已经不是在买东西了，这是在拿零食砸人。谁在里面乱喊价？你有那么多零食吗？我直接把黑金卡往窗户上一贴，拍卖师看到那闪烁的黑光，嗓子都喊破了。黑金贵宾，成交！苏蓉蓉气得当场哭了出来。我抱着软绵绵的天蚕丝被，心里一阵舒爽。这种不用努力就能用钱砸死反派的感觉，确实比练功爽多了。回到后山后，我立刻把天蚕丝被铺在万年温浴床上，这一躺下去，感觉整个人都被云朵包裹住了，灵气自动往骨头缝里钻。宿主触发终极懒人状态，睡觉期间防御力提升1000%，并自动吸收周围灵气。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忽然感觉到洞穴外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。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太虚宗的那位太上长老找上门来了。因为我之前羞辱了姬长老和苏蓉蓉，这老头觉得丢了面子，非要来讨个说法。姬长老和宗主在大门口拦着，但根本挡不住元婴期的威压。那老头冷哼一声，直接一道雷光朝着后山劈了过来。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后山都在晃。傅景瑜吓得脸都绿了，知意也皱着眉准备动手，但那道雷光落在我的山洞上方，就像泥牛入海一样，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。我盖着天蚕丝被翻了个身，那被子散发出一层薄薄的紫光，把所有的攻击都给吸收了。这是什么阵法？竟然能挡住老夫的9天玄雷！这是什么阵法？竟然能挡住老夫的9天玄雷！他不信邪的又劈了几下，结果除了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，我的山洞连块石头都没掉。老头，大早上的别放炮了，吵到我睡觉了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太上长老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他堂堂元婴期大能，竟然被一个睡觉的小辈给鄙视了。太上长老最终还是被气走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真的打不破那个被窝防御。无念宗的名声再次响彻整个修真界。我坐在树下喝着茶，看着知意在那儿摆弄一些奇怪的零件。他最近似乎在修补什么东西，神神秘秘的。知意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随手就能拿出黑金卡，连元婴期老头都不放在眼里。知意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眼神深邃得像星空，死气虽然还在，但已经被我压制得很稳了。一个被家族放逐的废人罢了，这些东西不过是以前留下的垃圾。
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。一艘刻满复杂符文的黄金巨舰从缝隙中缓缓驶出，停在了无念宗上空。巨舰上飞下几十个穿金甲的侍卫，每一个人的气息都比刚才那个太上长老还要强。领头的那个老者对着后山的方向单膝跪下，声音如雷鸣般响亮：恭请少主回宫，家族禁令已除，家主请您回去接管帝位。我手里的茶杯直接掉在了地上，我转头看向知意，这小子竟然是某个隐士地族的少主。知意没看那些侍卫，反而转头看着我，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晚秋，你想换个更舒服的地方睡觉吗？我愣住了，这提款机好像要升级成印钞机了。晚秋，你想换个更舒服的地方睡觉吗？我愣住了，这提款机好像要升级成印钞机了。面对金甲老者的跪拜，知意连眼皮都没动一下，只是盯着我等一个答案。我看了看那艘遮天蔽日的巨舰，又看了看自己那间漏风的后山小屋。说实话，我这人念旧，但我也更爱大别墅和软床。那边的床比天蚕丝被还舒服吗？那是万年玄晶打造的寝殿，冬暖夏凉，灵气是这里的百倍。傅景云还在发愣，我一把拽住他就往巨舰上跳。宗主和七长老在下面看得老泪纵横，这简直是无念宗有史以来最大的造化。虽然这个造化是靠我带飞的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成功迁移至高级地图，帝都圣域，达成咸鱼翻身成就。奖励：神级隐身斗篷一件，从此睡觉没人能找得到你。我美滋滋地收下奖励，巨舰启动，瞬间穿透云层，速度快得连残影都看不见。我美滋滋地收下奖励，巨舰启动，瞬间穿透云层，速度快得连残影都看不见。知意把我领进了一个豪华舱室，里面全是各种我没见过的灵果和点心。我往那儿铺满雪貂皮的长榻上一躺，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。搬家什么的虽然累，但只要能换个更高级的地方摸鱼，这点辛苦还是值得的。到了帝都，我才发现这里的修仙氛围简直卷到了极致。路边卖菜的大婶都是筑基期，巡逻的侍卫起步就是金丹。我被知意带进了一座浮空岛，这里就是他的私人领地。比起无念宗的破山头，这里简直就是仙境。但好景不长，知意刚回来，他那些所谓的兄弟姐妹就找上门来了。领头的是个穿得花里胡哨的二皇子，一进门就阴阳怪气的。三弟，听说你在外面捡了个小乞丐回来，咱们地族的血脉可不是什么垃圾都能靠近。三弟，听说你在外面捡了个小乞丐回来，咱们地族的血脉可不是什么垃圾都能靠近的。我正躺在院子里的秋千上啃灵果，听到这话，我连头都没抬。这种反派台词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滚！知意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，直接把二皇子震退了好几步。二皇子脸色难看，转头看向我，似乎想拿我这个软柿子撒气。没礼貌的东西，见到本皇子还不下跪！他抬手就是一道金光朝我抽过来，我打了个哈欠，随手从系统空间里掏出那块神级搬砖，看都不看就往后一扔，啪的一声，二皇子的金光碎了，整个人被砖头拍飞出去几百米，直接挂在了岛边的歪脖子树上。别吵，影响我午睡。别吵，影响我午睡。知意的府邸里有一棵活了几万年的悟道树，据说别的天才坐在树下能感悟出惊世剑意或者无上功法。我也去了，但我不是去悟道的，我是看中了那2根粗壮的树枝，刚好能挂我的神级吊床。当我把吊床挂上去，美滋滋的躺在上面晃悠时，地府里的几个老古董长老差点没气死。暴殄天物，那是悟道树，你竟然拿它当晾衣杆！我闭着眼，压根不理他们。系统提示音却在这时候疯狂响了起来。惊喜！宿主在悟道树上睡觉，触发梦中正道，修为自动提升至金丹后期。悟道树灵气回馈，奖励神级自动喂食机1台。惊喜！
宿主在悟道树上睡觉，触发梦中正道，修为自动提升至金丹后期，悟道树灵气回馈，奖励神级自动喂食机1台。随着我均匀的呼吸声，悟道树竟然开始疯狂摇晃，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似乎在为我的睡眠伴奏。一股清凉的灵气从树干涌进我的身体。那些长老们原本想把我赶下来，结果看到我周身环绕的异象，一个个都闭了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是天人合一，他睡个觉就能进入这种境界。我才不管什么天人合一，我只觉得这树荫底下的风吹得真舒服。梦里我正吃着红烧肉，别提多香了。帝都虽然繁华，但八卦也传得快。苏蓉蓉竟然也跟过来了，听说她是投靠了二皇子的一位侧妃，正憋着劲儿想弄死我。今天我出门逛街买零食，刚好在酒楼碰到了她，她挽着二皇子的胳膊，那神情恨不得把我是宠妃4个字刻在脑门上。林晚秋，这里可不是无念宗，得罪了二皇子，你就算有知意护着，也活不过明天。我正往嘴里塞着桂花糕，听到这话，我默默从怀里掏出那本《太虚宗秘史》。哦，不对，现在它已经自动升级成了帝都权贵黑料大全。我随手翻到二皇子那一页，清了清嗓子。二皇子表面威严，实则3岁还尿床，且私下里喜欢穿。二皇子表面威严，实则3岁还尿床，且私下里喜欢穿。我还没读完，二皇子的脸就绿成了菠菜，周围吃饭的修士全都竖起了耳朵，有的甚至已经拿出了留影石。住口！快住口！住口！我啪的合上书，对他挑了挑眉。苏蓉蓉在一旁都看傻了，她没想到我手里还有这种大杀器。想让我闭嘴也行，把你手里那块万年玄冰髓给我，我正好拿回去做个冰枕。二皇子为了保住名声，只能含泪把宝贝交了出来。我拎着冰髓，在苏蓉蓉气急败坏的注视下，慢悠悠地回府了。就在我以为能一直这么安稳过日子的时候，知意的万死命格突然爆发了，整个浮空岛被一股浓郁到发黑的死气笼罩，草木瞬间枯萎，连飞鸟路过都会直接掉下来变成白骨。就在我以为能一直这么安稳过日子的时候，知意的万死命格突然爆发了，整个浮空岛被一股浓郁到发黑的死气笼罩，草木瞬间枯萎，连飞鸟路过都会直接掉下来变成白骨。那些金甲侍卫吓得连滚带爬的撤离，长老们也束手无策，只能在外面布置结界，防止死气蔓延到整个帝都。少主终究还是逃不过这一劫，这命格一旦爆发，方圆10里寸草不生。我正抱着我的新冰枕准备午睡，被这股寒意冻醒了。我看着密室方向那黑漆漆的烟雾，皱了皱眉。这动静也太大了吧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我顶着漫天的死气往密室走，那些长老在后面疯狂大喊，让我别去送死，说我只要靠近就会被化成血水。警告，检测到超高浓度能量，建议宿主立即吸收。我走到密室门口，推开门，看见知一阵痛苦的蜷缩在地上，双眼血红。我走到密室门口，推开门，看见知一阵痛苦的蜷缩在地上，双眼血红。我走过去，像以前一样抓住他的手腕，那些死气一碰到我，就像见到了克星，疯狂往我体内的混沌圆珠里钻。知意原本涣散的眼神恢复了一丝清明，他看着我，声音沙哑：“你快走，你会死。”闭嘴，赶紧吸完，我还要回去补觉呢。密室外的长老们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写知意的祭文了，可密室内的景象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知意身上爆发出的那些足以毁天灭地的死气，一碰到我的皮肤，就像是遇到了强力吸尘器，打着旋儿往我体内的混沌珠里钻。叮，检测到高纯度负能量，正在转化为混沌灵力，转化率100%，恭喜宿主修为突破至元婴期。叮，检测到高纯度负能量，正在转化为混沌灵力，
转化率100%，恭喜宿主修为突破至元婴期。我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，原本因为死气而阴冷的密室，现在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个巨大的桑拿房。之一的脸色由青转白，又由白转红，他看着我，眼神从震惊变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。他大概这辈子都没想过，自己避之不及的诅咒竟然成了我升级的养分。行了，别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，以后要是觉得死气多了憋得慌，尽管来找我，我这儿管够。之一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力道大的像是要把我揉进骨子里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不许反悔。我还没来得及点头，就被系统的新奖励吸引了注意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不许反悔。我还没来得及点头，就被系统的新奖励吸引了注意。提示：宿主成功压制万死命格，奖励神级自动恒温结界，从此无论严寒酷暑，宿主方圆10米内永远是最适合睡觉的26度。这个好，我反手拉起之一就往外走。外面的长老们看到我们平安无事，眼珠子掉了一地。之一彻底掌控了体内的力量，老皇帝一看这架势，立马决定退位当太上皇。册封大典上，之一一身黑金龙袍，帅得惨绝人寰。我穿着那一身沉得要命的礼服，站在他旁边打哈欠。这时候，苏蓉蓉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，披头散发地冲到台下，手里还举着一张黑漆漆的符咒。林晚秋，你这个妖女，是你抢走了我的运势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他手里那是禁忌血符，一旦引爆，能拉着在场所有人一起陪葬。他手里那是禁忌血符，一旦引爆，能拉着在场所有人一起陪葬。周围的侍卫想拦已经来不及了，符咒发出一阵刺眼的红光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心想这女人怎么总是在我困的时候整活。我随手一挥，那块一直没收起来的金砖再次脱手而出，啪的一声，金砖精准地拍在符咒上。检测到敌级低级能量变动，已自动吞噬。红光瞬间熄灭，符咒像废纸一样掉在地上。苏蓉蓉愣住了，二皇子也愣住了。苏蓉蓉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励志的？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那点小聪明连个屁都不是。之一冷哼一声，挥了挥手，几个金甲侍卫立刻上前，像拖死狗一样把苏蓉蓉拖了下去。等待他的将是帝都最深处的地牢。闹剧结束，之一转头看向我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牵住了我的手。闹剧结束，之一转头看向我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牵住了我的手。当了帝后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忙，之一把所有的政务都包揽了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换个地方继续睡觉。某天午睡醒来，我脑子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乐器声，听起来像是在放鞭炮。叮！恭喜宿主达成终极成就，修真界第1咸鱼，系统即将开启最后一次升级。升级？难道还能给我发个自动洗澡机不成？一阵金光闪过，我发现自己识海里的那个面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散发着九彩光芒的珠子。宿主，我已经与你的灵魂完全融合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方天地的法则。你想要什么，只要动动念头就能实现。宿主，我已经与你的灵魂完全融合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方天地的法则。你想要什么，只要动动念头就能实现。那我要是一直睡到天荒地老呢？那这方世界就会进入永恒的和平，因为你的意志就是世界的意志。我试着动了动念头，果然，原本枯萎的花园瞬间百花齐放，连空气中的灵气都变得甜丝丝的。傅锦云这小子因为在花园里练剑，被这股灵气冲得当场原地升级，直接跳到了化神期。他一脸懵逼地看着天空，还以为自己是绝世天才。我躺在摇椅上，心满意足地笑了，这挂开的真是越来越顺手了。自从我成了法则之后，整个修真界的风气突然就变了。
以前大家为了抢资源打得头破血流，现在发现只要在心里默默夸我2句，灵气就会自动送上门。于是全修真界的修士都开始了花式夸帝后大赛。那些曾经想找我麻烦的宗门，现在天天往地宫送最好吃的点心和最软的蚕丝。太虚宗的宗主甚至亲自送来了一份万字检讨，说他们以前有眼无珠。知意坐在我旁边剥着葡萄，他现在的气息深不可测，但那股死气已经彻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心安的帝王威仪。晚秋，现在没人敢打扰你睡觉了，你想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。去哪儿都行，只要那儿有床，而且你得在那儿当我的恒温加暖器。知意低笑一声，眼里全是宠溺。傅景瑜现在成了帝国的首席大将军，天天领着一群小弟在城墙下面巡逻。虽然他还是那副憨厚样，但再也没人敢小看他。傅景瑜现在成了帝国的首席大将军，天天领着一群小弟在城墙下面巡逻。虽然他还是那副憨厚样，但再也没人敢小看他。我看着这盛世繁华，心里想的是，原来修仙的终点不是飞升成仙去打架，而是找个舒服的地方，和喜欢的人一起虚度光阴。几百年过去了，帝都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关于咸鱼帝后的传说依然在流传。听说只要在悟道树下诚心祈祷，就能获得一夜好眠，甚至能在梦里得到高人的指点。其实那只是因为我睡得太香，溢出的灵气顺便帮他们理顺了经脉。我依然躺在那个神级吊床上，知意依然坐在树下看书。岁月似乎没在我们脸上留下任何痕迹，只是知意剥葡萄的动作越来越熟练了。晚秋，该起床吃晚饭了。再睡5分钟，就5分钟。知意无奈地摇摇头，起身走到吊床边，连人带被子一起抱了起来。我顺势搂住他的脖子，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。我闭上眼，听着知意平稳的心跳声，觉得这几百年的咸鱼生活真是没过够。